怎么的？你看一下上个季度的财报，上次讨论不讨论过了吗？你要对这个项目有评估是不是？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。不是你谁呀你？呀，杨新伟啊，怎么在这儿碰上你了呢？啊，我还以为能在沙滩上看见你呢。你辞职报告里怎么写的？你说你想去晒太阳，想去看比基尼美女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？骗谁呢你？干嘛去？你给我回来，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啊！不是你跑这儿来？于鹏岳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不是你的义务责任，你在这撒野是吧？当叛徒的，你撒野是吧？我怎么对你的我？于鹏岳，杨新伟，你冷静点。杨新伟，你有没有良心你？快轰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拿着嘛，放大呀！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工作工作。郁合费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你的杰作是吗？是吗？有什么事进去说，其他人该干嘛干嘛。小雨，我们俩之间的事不需要你纠结了呀，你就回去吧。于鹏岳，我希望你能冷静一些。我很冷静。大鱼，大鱼，大鱼，你快看呀！北漂生活网那边刚出了一个新活动，他们把一批有条件的废旧仓库改造成了青年公寓，电视台都去采访了。大半夜发什么疯呢？自己不睡啊？你看看这个，这事儿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，你难道不给我个解释吗？你怀疑我？于鹏岳，你的竞争对手不是猪，是跟你一样聪明的人。所有的事情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做得到。你不具备的资源，人家具备；你没有的条件，人家可以有。你能不能别总像个小孩一样，别总那么冲动？如果你总是疑神疑鬼，觉得是我没有职业道德，是我出卖了你，那你大可以把我开了，我没有任何意见。所以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这次咱们网站新推出的特惠商户活动，可以说是咱们北漂房客网在生活服务领域又一次全新的尝试。根据最新的内线情报，于鹏岳那边又有新的花招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利用咱们闲置的广告资源，为那些商户免费的做广告。不管他想干什么，我们北漂生活网都要比他干得更好、更快。这些受益的商家会根据受益的额度，为咱们的网站用户提供超值的折扣。你们不用担心，我们公司有的是钱。就算用钱砸，也得把那些商户抢过来。我觉得这次活动再完美不过。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拧成一股绳，齐心协力把这次活动做好。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散会。那老大，那咱们跟他们的人撞了怎么办？哎，王老板你好，哎，我们是北漂房客网的，咱们做个广告，今天把这个标志贴上，顾客会源源不断的进来，生意会越来越好。兄弟们，贴，谢谢王老板啊。我们北漂生活网也邀请您做我们的特惠商户，给您的政策比他们的还要好。来，都给我贴到上面去，贴到上面去，贴到上面去，贴到上面。我们出了干嘛？钱多，我们出了1万块，出了1万，你们出哪个？我们出了1万，我们出了5万块。来，我们出了1万，粉丝都贴了。王老板，该说的我也都说了，我们的政策你也了解了。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跟我说，哪怕您不愿意也没关系。可是你让我们在这儿等，是等什么呀？哎呀，不急啊，再等等。哎，王老板，哎，来了。你怎么也来了？怎么？你能来，我不能来？哎，坐。哎呀，既然你们2位都坐在这，那我就
不多废话啊，你们两家哪一家给出的这个政策更好，那我就选哪家。咱们这是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啊！您这可是让我们鹬蚌相争啊！哎呀，这话说的不要那么直接嘛，这叫正当竞争，正当竞争啊！反正我们这边的政策就这么多，再多我也没有办法啊。老王，我早都跟你说了，别在北漂广告网干了啊！你不听啊？你知道我们的权限是怎么给的吗？啊，永远比你们高出10%，知道吗？我们公司有钱，砸也把你们砸死了。你放屁！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种见钱眼开的哈巴狗。啊，你说谁呢？说谁哈巴狗呢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的就是你，谁给骨头你就替谁帮忙，狗仗人势，说的就是你这种人，知道吗？我说姓冯的，我好心劝你弃暗投明，你居然这么说我。哎，你知道你是什么吗？你就是于鹏岳身边的一条狗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你说谁呢？你说谁呢？说谁呢？你还要干一脚？别打了！干啥？说我们你也不信气。于总，太谢谢您了，我给公司惹这么大麻烦，您还亲自过来接我。看你说的，你要谢的话，你谢王大律师，是不是？王律师，谢谢你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后办事的话别那么冲动。王律师说了，冲动是魔鬼，是不是？别像我似的不长记性。啊，这事就原谅我了，不是，就原谅你了啊。王律师，于总，您帮我垫的钱，我会还上的。你说你这个事儿办的，什么钱不钱？是，怎么跟你说的？以后不用还了，你把事干好比什么都强。啊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于总，咱这活干得太窝囊了。对，下次就这么干，别拉我。有您那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真是天涯何处不相逢啊！又见面了。这想当年咱们为了那点破事，真的是你死我活、头破血流的。这现如今这就为手底下这些兄弟们平事，想想真的很闹心啊。哎，我记得那次是，你是把饭钱都赔给我了啊？这次也是吧？对呀。叶知秋，一叶知秋，好名字。观察入微，对未来的发展局势掌握的精妙啊。换句话来说，就是嗅觉敏锐，善于改换门庭，哪有食儿上哪儿吃，还带着一帮软骨头一起吃。哎呀，于鹏岳，你真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。你说你毕业都这么多年了，怎么一点长进没有？就会过嘴，懒得理你。于总，咱别听他的。他说的没错，我现在也就只能动动嘴皮子。你让我跟他们讲和？不是讲和，是合作。你真的不怕我把你当成北漂生活网的卧底啊？你爱怎么想怎么想，我管不着。不过只要事务所没有跟公司解约，或者明确提出让我回去，我就得对我所服务的客户的利益负责任。你觉得你这么做是对公司的利益负责吗？你怎么觉得我不管？但我觉得是。照现在这个局势看来，我觉得发展到今天，北漂生活网也是没有料到的。他们在这件事情投入的成本可比咱们大多了。是你可以说他们老板有钱砸得起，可再这样接着坚持下去，他们也够肉疼的。更何况现在的商户已经血精了，他们都等着咱们双方抬价。据我所知，已经有一部分已经签约的商户宁愿违约也要重新谈判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咱们双方都被架在上面了。那又怎么样？
再这样下去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，谁都落不着好。当然了，你可以用一些办法让对方吃亏，比如说想办法把价钱抬高，让对方跟进，咱们再想办法撤出去，就像是那种拍卖行里的托儿一样。可就算是这样，咱们也实实在在损失了一部分的商户资源，到头来还是得不偿失的。所以你想让两家合作达成双赢？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吧？而且我觉得，北漂生活网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把咱们一棍子打死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们从一开始打着就是收购和吞并我们的主意。继续说。从一开始的布局来看啊，咱们不难看出他们是有实力直接把咱们压死的，可他们没有这么做。为什么？我想不是因为他们没钱或者滥发好心，而是因为我们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是有价值的。两家公司能掀起来的波浪，是不是要比一家公司大？有竞争，那市场进步的也会快一些。还有一点，我们的一部分核心用户不会为简单的利益所驱动，这就是你之前高明的一点。你把我们北漂房客网做成了一个网上社区，而不是单纯的中介信息平台。这部分核心用户，他们上我们的网站是为了找到一种心理安慰和群体生活，早就脱离了单纯找房子这种功利性的目的。人嘛，总归是故土难离的。北漂生活网如果想要拉拢这部分的客户，他们最好的办法不是彻底要把这个地方毁灭，而是把他们归为己有。所以说，我们还有机会。这个也要看之后的发展吧。你可别忘了 ，FB 公司已经有30%的股份在对方的手里。如果他们在收购那些离职管理层手里的零散的股份，那这个数字将会超过1/3，这可不是一个小的数目。我现在有点明白，于京投资为什么一上来就要咱们30%的股权。这还真是一盘大棋。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，我说的也只是一种可能性。毕竟周岩还是你的铁杆，李腾飞和杨子虽然离开公司，但他们怎么说也是你的兄弟。只要他们站在你这一边，FB 公司就不会轻易被对方掌权。那你呢？你会选择哪一边？你让我讨厌的时候，我真想站在对方那边。你这是干嘛呀？偷偷摸摸的，咱是来谈合作的，又不是来偷地雷的。哎，这边，哎，我说你至于吗？全是熟人，我怕他们认出来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他们前任老板啊！这次主动过来跟他们谈合作，我多没面子呀！生意场上此一时彼一时，要什么面子啊？死有面子活受罪。赶紧走吧，来不及了。走啊你！慢点。你好，我找一下法务部的孟经理。好的，您稍等一下，我给你打个电话。我说你这个报表是什么情况啊？这不是
没你这样的。利益的天性是跟你做的、你想做的、你已经做的格格不入，你懂吗？这就是我们的区别。你选择在茂密的雨林中一块空地来自己成长，只可惜树干还没长到足够的高度，就被其他大树挡得严严实实的。没有阳光，你只要死路一条。但我不同，我要依附于一棵大树上面，靠它的养分来成全自己，不断的向上爬，直到见到阳光的那一天。到时候，我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。鸟随鸾凤，飞腾远。这句话是你跟我说的，我现在重新送给你。好，那咱们俩就好好比一比。
看谁飞得更远，谁能第一个见到阳光，乐意奉陪。还有一些事儿要告诉你。我也喜欢小雨，很久了。你们俩刚才说什么了？没什么。告诉他要来一场男人之间的战斗，顺便告诉他我也喜欢小雨。哦。啊？你也喜欢小雨？怎么？我不能喜欢吗？不是小雨跟大鱼跟小雨，他可是没什么可是的。既然他已经明确的拒绝了于鹏越，那我追他就没什么不可以的。记住，别的事儿你可以随便说，但这件事儿一定替我保密。放心吧，我谁都不会说的。这种场面不好受吧？你说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？毕竟我们去的不是别的公司，来的是陈武生这儿，我还是挺担心大鱼。我们都很清楚为什么会这么做。既然选择了，就不要后悔。良药苦口，只有让他痛，才可能会让他醒悟；只有让他醒悟，才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。放心吧，于鹏越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脆弱。我还是挺担心的，毕竟我们之间跟叶知秋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再说，现在主控权也在我们手里，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。橙子，你自己好好努力，发挥出自己的价值，不要让任何人把你当心肺，看扁了。去忙吧。放心，我会努力的啊。哎，还有老大，咱们要不要换个地儿住啊？你说这以后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我觉得挺尴尬的。毕竟咱们现在好歹也是个高管，也不差那点租房钱。咱们又没做错什么，干嘛弄得跟自己心虚一样？再说要搬，也是让于鹏越搬。最主要的是，我还想攒点钱，早点把我妈接过来。那大鱼他要是不搬呢？不搬也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老大，哎，我那边都帮你收拾好了。好。大鱼，
其实我早就想跟你一个房间了，这样咱们还可以多探讨一下问题。老大，你慢点儿。怎么样？他们4个真的闹掰了？你说呢？你这还没搬走，结果他们先搬走了。我今天也吓了一跳，我真的没有想到咱们的竞争对手是李腾飞跟杨新伟。若雨，你说他们这样斗到最后，到底谁会赢？不管谁赢，都是2败俱伤。大宇，你要真觉得别扭，咱们就搬出去吧。凭什么搬啊？要搬也是他们搬，背信弃义的不是我们，是他们。可是老大和杨……别叫他老大，我没他这样的兄弟。不是老大，你觉得咱们这么门对门的跟着大宇打擂台有意思吗？要我说，咱干脆搬出去得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们又没做错什么，更何况现在小雨还住在这儿，就更不能搬了。既然他接受了我的挑战，那我就要2场战斗都要赢。那你既然喜欢小雨，那你干嘛不直接追他呀？如果你要融化一块冰，会选择用水还是用火？火呀！小雨的内心就像是一块巨大的坚冰，而于鹏月就好似一团火，看似很容易能将冰融化，但稍不留神就会被冰水熄灭。而我则是水，默默地包围着他，时时刻刻地陪伴着他，无处不在地守护着他。只要我们的关系不到达冰点，我相信，总有一天会融化他内心的冰。你们都听说了吗？北漂生物网的 CEO 就是咱们原来的李总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听说咱们杨总也去了。那咱们2家斗来斗去的，不成了他们4兄弟打架了？商场上无父子，更何况是兄弟呢？这种事儿啊，见多了。你们觉得哪边会赢啊？我觉得吧，现在还很难说。你看啊，李总跟杨总属于一正一邪，咱们的于总跟周总属于一文一武。虽然说咱们这边有先发优势，但是啊，他们有资金优势，现在还特别难说。不过咱们往后慢慢看，好戏。
对于房客来说，很担心自己与前者的房客有这样那样的问题。这样的房子很难保证它一直有人租，换句话来说，就是有很长的一段空置时间。但是如果选择我们的方案，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。通过我们的组织，我们会让毕业生以整租的方式把整间房子都租下来，然后再进行内部分配。这样，我们为房东解决了因为房屋空置而造成的资金损失，同时毕业生也可以抱团取暖，拧成一股绳，可以跟房东多讨价还价几次。你这个办法我们之前也想过，可现在哪有那么多毕了业还愿意在一起的呀？你别拿你们和于鹏岳来举例啊。所以才需要我们组织啊。按照以前的方式，如果身边人没有人愿意，或者是没有匹配条件的，那只能各租各的。但是现在有了我们网站，大家就可以拼团儿，根据自己的需求找到合适的合租伙伴，开启一段全新的大学生活。杨总，继续。好的。因此，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，为了把这10多万潜在客户尽可能大的转化为我们忠实粉丝，我们决定在高校以及高校附近进行一系列的落地投放。打广告要花多少钱？花不了多少钱。我们不会做大而不当的宣传，我们会在特定的时间、特定的地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推广活动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以毕业生吃散伙饭为例啊，这是一个传统。我们会在高校附近的餐厅提前进行布置。这可以啊。对呀，花不了多少钱。这不就情感营销吗？这边一个个哭天抹泪的，那边一看咱们的宣传，这毕了业还能在一起，太有感染力了。打住啊！继续。我们还会向毕业生赠予用来抒发情感的挂窗标语，在各大校园随机派送，一部分印有北漂生活网的 logo， 还有活动信息啊。如果用户想自己编写内容，那当然也可以了，就必须注册登录我们的网站。哎，这个办法也不错呀。我看行。当然，我们也会走一些正常渠道，通过校园 BBS、校园媒体等渠道进行推广，地面部队直接进入校园，直接推广此次活动。具体的活动预算，请大家参考后面的附件。怎么样，老大？我刚才表现还不错吧？没听见大家夸你吗？相当不错。谢谢老大啊。怎么样？跟我出来没错吧？也只有在这儿，你才能体现出自己的能力。好好历练。北漂生活网这次新推出的活动，可以说是抓住了一部分毕业生的心理。我承认，在这个环节上，我们又落后。不过我一直在强调一点，我们的网站并不是一家房屋租赁网站，而是一个生活社区。我们没有必要非得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儿。他们做情感营销，我们就做快乐营销。他们有钱可以打广告，我们没钱也可以做口碑传。现在大部分的大学生都是独生子女，个性相对较强，在集体融合度方面，照10年前的大学生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。我想，很多毕业生在大学4年宿舍生活过得并没有那么愉快，因此我准备推出一项我的极品室友活动，让大家对那些曾经的室友令人难以吐槽的怪癖集中吐槽。一方面可以抑制北漂生活网对我们进行的合作攻势，另一方面也开启了所有毕业生以及在校大学生对我们网站的关注。于鹏岳这是想抄我们的后路啊！那咱怎么办啊？据说他这活动现在闹得声势还挺大的，学校里的学生都在讨论这件事情。据说他们还没怎么花钱。这个大宇呀，还真是有两下子啊！他也就这2下子，哗众取宠。我对他的评价一直都没错，我们是在踏踏实实的为北漂们服务，而他呢，为了提高自己的业绩不择手段，
所以从大义上来讲，他已经输了。咱们先不说这大义不大义，咱们现在问题最主要的是先把这事儿给解决了。让你熬过工作实习期呀。他们又出招了，这么快？他们推出了青年公寓第2期，并且声明这期特价公寓只租1年，帮助那些应届的毕业生能够在城市里站稳脚跟，但是合约到期以后全部收回，供第2年的毕业生使用。那这些学生不就会一直关注他们的网站吗？没错，一下子就收拢了人心，好手段。太岳，那我早就知道，论资金实力、社会资源，我们比不过他。我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我们的创造力以及对市场的提前判断。现在正是手机 APP 最火爆的时候，幸好咱们早有准备，这一下至少比他们提前了半年。大家再加把劲啊！今天晚上商业活起了。那个于鹏岳那小子以为上线一个破 APP 就能超过我们，那是痴心妄想。要说我们起步也比他晚不了几天，更何况我们北漂生活网有的是钱，有的是人，一个不够我招2个，2个不够我招4个，4个不够我招8个，我就不相信1个月之内我们完成不了它。啊！大家好好干，等我们 APP 上线的那天，让李总亲自给我们发奖金。你好，可以这边看一下，扫码有礼物领，有礼物领啊！礼物在这边，你看看这个。送礼啊？我看对，很好。啊，你看一下。哦，你扫码，扫这个就行是吧？好。有个 app 哎，要不要扫一下？你没准能便宜点。我来扫。1个月，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不但手机 APP 也上线了，还把特约用户也绑在了一起。我怎么就没想到？大岳，你也别太自责了，软件开发本来就有这样，进度和投入的人力物力基本成正比。他们速度那么快，那么早启动这个项目，说明他们也下了大力气，花了血本啊。我算看明白了，不管我们使出哪一招，人家就用一招，用钱砸。手机 APP、青年公寓、校园广告，哪个不是虚的？背地里只有一个字，就是钱。没有钱，什么都干不成。哎，大宇，这万一也是他们的陷阱呢？他们肯定知道咱们缺钱，所以想着法引咱们花钱，这样就能逼公司出售更多的股份。你可别忘了，老大跟杨大那边的股份可在他们那边，咱们手里只剩54%了。这万一小雨他再跟着……小雨，到那之后吓我一大跳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。这事怨我，紫杉推3阻4的，我也没说非去看看他。你也别自责，最近都太忙了。我真的是忙疯了，不然我一定会去看他的。你来干嘛？我来找小雨啊。现在请你出去。哎，于鹏岳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冲动？腾飞来找……不说我都知道。他们公司占据了 FB46%的股权，现在又来打你这5%股权的主意。李腾飞啊，我还在这儿呢，当着我的面挖人，你好意思吗？真是这么长时间，你一点长进都没有，还只会像小孩子一样大喊大叫。
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不想跟你吵，所以请你出去。你心情不好，请我出去？拜托，这是我的公司，麻烦请你出去。这里是小雨的办公室，他有权见任何一个他想见的人。而且现在是下班时间，我们在聊私事儿，要好的话你出去好。私事？什么私事？于鹏岳，你差不多了。腾飞来找我是说子珊的事情。子珊自打搬走之后，我每次见他，他都推三阻四的。要不是腾飞实在放心不下去看子珊，我到今天都被蒙在鼓里。子珊她一直在生病，整个人瘦了10多斤。哎，说来子珊也是你的朋友吧？她搬走之后，你给她打过一个电话吗？你去看过她一面吗？你觉得别人都像你一样，只顾眼前那点股份、那点利益？你太令我失望了。我现在要去看子珊了。小雨呢？他陪子珊看病去了。算了，不等他，咱们先开会。通过这段期间，大家开源节流，总算为公司又攒下了一笔家底儿。而且第4季度马上就要到了，这是1年中宣传的好时候，所以我决定，咱们集中火力，再做一波广告。怎么了？啊什么？快坐。我跟你讲，这波广告主要覆盖在国庆、元旦、中秋等重要节日，甚至在转过年来的春节宣传活动上，我们也要提前做好准备。您还要投广告啊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老邢，你现在也算公司仅存的元老了，这又没外人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行，那我就说了。于总，您有没有发现最近大家心气儿都挺高的，都觉得这北漂生活网这么打压咱们，他们都扛过来了，资金也开始充裕起来了，都觉得是有盼头。这是好事儿啊！是好事儿，是好事儿。可是什么？可是大家都觉得呀，您会把这笔钱留到年底当奖金发的。哎，毕竟现在留在公司的可都是您的死忠啊。大家这一个人当2个人的，忙活了都快1年了，觉得您不会亏待大家。要是知道您把这钱又投到广告里去了，我是怕呀，员工们会有点失望。老邢，说实话，我不是不想鼓励员工，你们多苦多累我都看在眼里。可是目前公司面临这个局面，可以说是举步维艰，咱们在夹缝中求生存。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强一些，再强一些。而且我也不是在电视台、报纸、网络媒体上瞎做广告。这次，我想打火车的文章。只要是北漂，这段时间一定会和火车打交道。我们在火车上进行宣传，对我们稳定和扩大用户群体有相当大的帮助。是，我明白您的意思。说实话啊，我自从来了公司以后，确实跟您学到了许多做市场的技巧。您的头脑，那也是我们所有人都佩服的。不过，我想说句您不爱听的，您真的是不知道这员工们是怎么想的。这员工们啊，他不会考虑你这广告投放的精准不精准、合理不合理，也不会考虑公司现在承担的压力和即将面临的困难。员工们只会看到啊，这辛辛苦苦干了1年，这年终奖没了。看到他们许给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孩子的新家电、新衣服、新玩具没了。所以我觉得，就算您这广告投放的再精准，可是人心散了呀，咱还是有点得不偿失，不是？是啊，大宇，我也觉得你应该慎重考虑一下。老邢，
就像你刚才说的，现在能留在公司的，不都只是为了钱？如果是为了钱的话，当初李腾飞挖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走了。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咱们北漂房客网打一次翻身仗的好机会，员工们不会不理解的。只要熬过去，我相信北漂房客网一定会面临新的机遇。我向你保证，只要公司这次渡过难关，留在公司的员工，我一定会重重有奖。老乡，你们就再支持我一次，行吗？于总，既然您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没什么意见，我听您的。老乡，我答应你，等这次推广活动做完之后，我给你加薪。员工那边你就多费心了。哦，还有，为了保密，在活动具体执行之前，我希望只有咱们4个人知道。具体方案我已经放到各位的邮箱里了。你来负责媒体的排期，小雨负责起草合同，和我参与价格谈判。哎，大宇，那我呢？这次的活动用不上技术部门，你就负责帮我们查缺补漏吧。哦。好，具体呢，我把细节跟大家说一下。您好，请问您找哪位？我想问一下，赵然在吗？哦，您找周总啊，稍等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周总可能正在开会，要不您先在会客区等他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你俩过来帮我一下。就知道你不会换密码。于鹏月。你不去找周岩，来找我干嘛？我来告诉你一件对咱俩都有好处的事。我怎么不觉得有什么事儿对我们俩都有好处？看了这个你就知道。你先答应我的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拿到的。
你说是不是应该只考个价钱啊？这样吧，看在我们同学一场的份上，10万块。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怎么知道你这破纸值不值10万块？当然值了。这是北漂房客网的下一步行动计划。如果你提前知道了计划，暗中给他们捣捣乱，你们的收获可不止这10万。那你还是拿回去吧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一直想要打败于鹏月吗？这么好的机会就放在你眼前啊！行，那看在周岩的面子上，我给你打8折，8万块怎么样？打5折我也不要。 2万，就2万，你不要我就烧了啊！不是，1万，你好歹给我一个辛苦钱吧。我已经说了，这东西我是不会要的。 我和于鹏月之间的事儿，还不需要别人来帮忙。就算是我想赢，他也要赢在明处，不会用这种手段来达到目的。顺便提醒你一下，侵犯商业秘密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回去把刑法好好读一遍。你想坐牢没关系，但别拖上我。文文，送客。请吧。 他来干嘛？他来找李总呢。找李腾飞？对。啊，你去忙吧。老李，哎，老李，他来干嘛？过来当奸细，说是要卖我北漂房客网的最新市场计划，把他轰走了。 也是啊，那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落在他手里呢？说不定又是于鹏月弄的阴谋诡计啊！就算是真的，我也不会要。这么下三滥的手段，赢了也没钱。那是啊。哎，说实话啊，在跟你搭班子之前，我和于鹏月一直觉得。 我们不是一路人，不过你做的一件事儿，我们还是很认同。什么事儿？甩了菲菲。又拿我说笑是吧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好歹我们也算是有了共同语言，对不对？有时间的话，我会跟你多聊聊我是怎么把菲菲给甩掉的。你先忙着，我走了。喂，喂，是我。
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？我跟你这种人渣没什么好说。这话说早了点吧，直说了，你手里的那份东西他不感兴趣，我感兴趣。怎么样？聊聊吧。说个地方吧。哎，你别光顾着吃，说正事儿。我要是不吃饱一点，待会儿跟你聊完了，我还有胃口。懒得和你计较，拿来吧。拿来。就这么一顿饭，就想跟我拿东西啊？想什么呢你？你还要多少钱啊？我是看你可怜，才想帮你一把。就你那东西，给礼堂费人家都不愿意要，能值多少钱？一顿饭不错吧？行，那我先走了。这顿饭，谢谢。给我坐下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坐下。下次有这种东西，第一时间告诉我啊！哎，单还没买呢。不是你先付啊，回来找我报销啊！哎，要是有首次的发票都要记账，记得啊！又抠又疼，上场。好。别动。哎，老李，具体在……哎，老李，开会呢。这儿再细化一下啊。好。有事啊？哦，那今天先这样，你们回去做一个具体的方案。这次做的挺不错的，继续加油。谢谢李总，那我们先过去。加油。你快看看，好好看看，保准你有惊喜。这个东西你从哪儿来的？你甭管我从哪儿来的，我就问你，这方案可不可行？看这个。
这怎么这样？这两份东西不是几乎一模一样？看清楚了，我们这个是磨了1个星期才出来的，今天中午刚刚整理出来，全公司就这么一份。这可是我花了3万块钱从菲菲那买的。偷了我们的东西又转手卖给我，这个女人！不行，我得找她去。哎，等等啊！你说那东西是从菲菲那儿来的啊？我们这方案中午刚刚出来，她怎么可能会偷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只有一种可能，你那份真的是北漂房客网的市场推广计划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于梦月和我们想到一起了？没错。那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我们还按原计划进行。就算是没有这份方案，我们依然能斗得过他。他们资金有限，预计的市场推广周期比我们晚开始1个星期，比我们早结束1个星期。这半个月的时间足以让广告位给我们，而不是给他们。于鹏月他们这次输定了。是这样的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但是保险起见，你抓紧时间去安排下人，今天下午去找媒体的负责人喝个下午茶，确保我们一定走在他们前面。行，我这就去办。还有什么事儿？老李，你看，这我花了3万。哦，你放心啊，你的贡献我一定会跟陈老说的，保证年底之前给你一个完美的安排。年底啊？啊，那也行，那就好，谢谢李总啊。媒体已经定出去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咱们可是整整提前了4个月。喂，哎，怎么样了？你说。什么？不可能啊！你听错了吧？行，那我知道了。谢谢你啊。怎么？回程铁路的广告位已经被买断了，对方的报价比咱们高了10%，投放周期也比咱们长了半个月，所以。小雨，是哪家公司挤在咱们前面啊？是北漂生活网。等废。不对啊，他怎么知道咱们也要订铁路媒体？他为什么会抢在咱们前面？到底是谁走漏风声？不是我，于总，真。大玉，这是不是又是个巧合啊？哪有那么多巧合呀？啊，想到一块也就算了，就连媒体的选择也一模一样的，你觉得可能还是巧合吗？怎么就不能是巧合了？铁路资源一共就那么几种，大家的用户群体受众也都是一样的，想到一块去再正常不过了。而且我听我朋友说，他们那边和铁路媒体沟通的时间比咱们早了1周，1周之前你连计划都还没出来呢。你是说我落后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据我所知，北漂生活网的工作范围很积极，他们所有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，大家互相之间取长补短。他们有那么多的员工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，集众人之力想出这样一个方案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相反，北漂房客网只有你一个人在挑大梁，其他的人都是你的执行者。只要你一旦放松下来，整个公司的节奏都会变慢。原来我也觉得李腾飞他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，而不是领导者。但我现在发现不是这样的。
在北漂房客网的时候，你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压抑了他的领导才能，而在那个没有你的全新平台上，李腾飞的才能才得以全方位的施展出来。你别说了。我知道我说的这些话你可能不爱听，可这些就是事实。我们面临的麻烦比你想象中要大得多。以李腾飞的领导能力、北漂生活网员工的实力，加上陈沪生背后的资金支持和关系网络，我们未来的压力只会更大。你要准备好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一定不会输。李总，你说你这招管用吗？这话放出去，谁信啊？谣言能否生效，不在于真假，而在于人们是否愿意相信它。只要迎合了人们的心理，即使再假的谣言，也会有市场。对了，这一点叶总应该深有体会才是啊。嗨，我这不是琢磨着于鹏也是玩阴谋的行家吗？怕我们玩不过他。我这不是阴谋，是彻彻底底的阳谋。见。于总，签个字。遵命。大宇，哎，这儿呢。敲门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小雨，刚才有2个员工找我辞职，我挽留了好久，他们才说了实话。这2天北漂生活网那边发来消息，说年底要发放巨额奖金，不管来的早晚，只要在年底前入职，人人有份儿。咱们的公司员工都知道今年没有奖金，现在人心惶惶，每个人想办法准备年底前跳槽过去呢。你冷静点儿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蹊跷。一个公司的奖金分配应该是很机密的事情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就散出消息来？而且现在才10月，这个时候谈年底的奖金发放是不是有点太早了？还说什么不论早晚人人有份，这不是打老员工的脸吗？我倒觉得这是他们对付我们的一个阴谋。这不是阴谋，这是阳谋。李腾飞知道咱们的处境，他就是想用流言蜚语瓦解公司人的心，真够狠的，1分钱不花就已经让咱们的员工人在曹营心在汉。那要是咱们也告诉员工年底前发放奖金呢？那就更如他们的意了。如果发少了的话，员工呢就会有对比，会增加对公司的不满情绪；如果多发的话，员工倒是开心了，那我们后期就没有流动资金再搞新的项目，就会被他们拉得更远。这点手段还难不倒我。他想当刘皇叔，偏不让他入狱。今天把大家都叫来，是因为公司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流言在传，不少人听到以后甚至信以为真，蠢蠢欲动，相互传联。我明白大家的心思，谁不想多赚点钱？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，这根本就不是流言，而是谣言。换作是你们，你们会怎么想？辛辛苦苦地在公司工作了1年，马上就要拿到年终奖了，突然间公司来了一批新人，只干了几天，却拿的奖金跟你们一样，你们愿意吗？你们当然不愿意了。从一个只有3个人的小公司，到鼎盛时期规模接近100人，这一路走来，里面有多少的酸甜苦辣，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。我们没有走前人走过的路，我们只是开辟了一条先人从未走过的路。虽然这条路很难走，一路上披荆斩棘，但我从不后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成功了，我们开创了历史的篇章，
我们不但创造了自己的价值，同时也造福了千千万万的北漂们的生活。我们值得为自己骄傲。我从来不亏待员工，尤其是那些在公司举步维艰的时候依然追随我们的员工。你们是公司的脊梁，只要有你们在，我就有信心面对一切困难，带你们重见昔日的辉煌。我宣布，公司将拿出150万作为大家的年终奖金，在春节前发放。还是老规矩，不论级别，不论职位，只论绩效和贡献。可就在刚刚，公司又有5个有资格拿到这样奖金的人离开了，也就是说，你们其他人又可以多得10%的奖金。不行啊，大鱼，你把钱都发奖金了，明年拿什么做市场活动，拿什么做新的项目啊？周岩，我知道你是为公司考虑，但是公司不是你跟我的，而是大家的。那也不行，发钱的时候倒是痛快了，可将来怎么办？你不能竭泽而渔啊！我说过，公司最重要的不是钱，而是员工。如果没有员工们的努力，哪来的公司？再说了，还有4个月的时间，我相信我们大家能赚回来。这不一样，当初咱们是一枝独秀，现在呢，咱们面临一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。你说的我都明白，但是我刚才已经宣布了，这个年终奖我一定要发。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咱们私下讨论。那行吧，钱我不要了。公司能省一点是一点吧。是于总，我那份也不要。我是公司的老员工，您刚才说的我深有体会。既然公司现在需要用钱的地方这么多，您就拿去用。我的也不要了。大鱼，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道理大家都懂。就这几万块钱，你说我们拿了，一夜之间也不能变成富翁啊。与其存在银行，我们不如拿出来支持公司。对呀，于总，您就当是我们几个老员工把钱借给公司的，这还不行吗？借？没错，我们把年终奖借给公司，等明年发的时候，一起还给我们就行了。不过于总，这利息您给我们算的高点呗。那好吧，老邢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利息就按10%算吧。这么多呢？于总，我的奖金现在暂时也用不到，能不能借给公司啊？当然可以，只要是自愿的，都是10%。谢谢于总。我没想好。10%的利息啊！你说这个到时候能兑现吗？应该可以。我觉得于总说话还是很靠谱的，公司这样也没见他亏待员工吧？总比我们把钱投给那些会跑路的 PPT 公司强吧？前段时间那个风雅不就爆雷了吗？哎，也是，要不咱们试试吧？行，试试看吧。反正我也没指望公司今年能发钱，浪费彩票。我也投。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。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。散会。于总，于总，结果出来了，只有4个人想落袋为安，看来咱这出戏呀还真没赔。想想也真不知道该哭还是笑。一会儿该怎么说都记住了。记住了。好，去吧。哟，周总，王律师，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都安排好了。香玉，进去吧。还是算了吧，这种事情我实在是做不来。
你们还是自己来吧。小雨，哎，我知道，你们几个呀，都不是那种爱算计人的人，特别是算计自己人。可这回，咱不是被逼到这份上吗？您放心，有什么事儿都算我头上。为了公司，这个雷我来顶。老谢，走吧。有这种办法糊弄大家，真觉得心里有亏。您不能这么想啊！这钱咱又不是不发了，只不过是周期从4个月延长到了16个月。那每个人还都到王律师那儿签了协议的。要不说呀，还是您平时对大伙太好了，大伙都信任您。要不然谁敢把这奖金借给公司啊？这事儿要搁别的地儿，听都没听说过。就冲大伙对我这份信任，我一定不能让他们失望。哎呀，这袁一伟呀，至少得发200万，才能跟北漂生活网那边打一平手。让您这么一闹，咱只发150万的奖金和10来万的利息，大家还都觉得自己赚着了。哎，最关键的是啊，这么一来，这军心可就稳了。估计未来这几个月不会再有人辞职了。现如今这中小企业想到外边融个资、拆个借，怎么也得12%起步吧，20%的都有。像咱们这样，就花10%的利息就给他搞定。您说这事儿要那边知道了，还不得把他们给气死？李腾飞才不会生气呢，估计他还得帮咱一把。他真这么说的？是啊，于总他就是这么说的。我不信他那套，我还是比较相信您，所以就投奔您这儿来了。相信我？相信我什么？您不是说只要过来年底就有奖金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公司里都传着。你也知道那是传言，既然是传言，为什么要信呢？于鹏月说的没错，如果干了1个季度和苦干1年的拿的一样多，那我这公司的人心岂不是散了？可是李总，我真不知道这消息怎么传出去的，我得好好查查。行了，回你公司忙吧。李总，我都已经辞职了呀，专门是为投奔您来的呀。我什么时候说要你了？您不是说……你都说了，那是谣言，不是真的。行了，文文送客。李总，再商量商量，再商量商量吧。李总，李总，您再给我个机会。李总，我干什么都行啊，李总。李总，不要赶我走啊，李总。于总，于总，于总，你再给我个机会吧，于总。没事，我来走。我错了。我说老沙，你还是回去吧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自己做的事儿自己就得负责。邢经理，您再跟于总替我求求情吧，这次我真的不想走了，真的不想走了。不是我说你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怎么就能犯这种错？要我说呀，你还是赶紧投简历找工作去啊，兴许能找一个干3个月就拿全年年终奖的。啊，邢经理，您再跟我替于总求求情吧，求求您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。邢经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好好。大宇，老让他们这样喊，多影响工作啊！没事，让他们喊去。他们不来，我想花钱请他们来。他们只要多喊喊，留下的人才懂得珍惜。可是我总觉得这样摆弄人心有点不太好。何止是不好，简直是在玩火，一不留神就会引火烧身。我能不知道是在玩火吗？知道你还这么干？我也是没有办法才逼到这一步的。现在公司管理层的人已经走了一半了，如果大家再不齐心的话，我们也没有必要再争论。我看是你自己把自己逼到这一步。好了好了，现在既然人心已经定了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反击啊？我打算再推出一个新活动。